之前我还说啊 ，iPhone 14它距离一代神机、一代真香机只差一张1000元的优惠券。然后我还想，我说应该不至于这么快来优惠券吧 ？iPhone 14 Plus 补贴1250元，打脸来的有点太快了。当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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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嗨，大家好，我是那言，欢迎来到科技美学的直播间。那看见我呢，就意味着你又长了1周岁啊，又成熟了是吧？这个不要闹心啊，不要闹心。本周呢还是很值得纪念的。双11期间啊，你都买了多少东西呢？花了多少钱呢？大家可以打在弹幕上。那么下面我们一起来看一看本周厂商有哪些骚操作。如果觉得主播说的好玩，可以把哈哈哈哈打在弹幕上；如果觉得主播说的瞎编，可以把圆周率后15位打在弹幕上。我们下面开始。这个忍不住啊，要从小苹果开始。这个你去各大平台看我们视频的评论里面啊，基本都说男主播是知名果黑，在我嘴里好像苹果就没一句好话，但其实也并不是如此啊。你看我其实还是经常夸苹果，很多时候呢，我给大家介绍，比如说最适合剪辑视频的电脑啊，苹果的 MacBook；最适合录像的手机啊，苹果的 iPhone；最不适合打电话的手机。我可没说啊，什么意思呢？就是反正这些年呢，我对于苹果的这个信号啊，一直是颇有微词，不能叫微词吧，应该叫颇有建议啊。每一年都建议苹果呢能把这个信号啊再往前提一提，就除了打电话啊，别的都挺好的。那苹果呢也是一直在自己努力，各种各样的消息，过去几年呢一直说苹果啊表示要自研基带，摆脱友商。以前呢曾经是和英特尔啊联合研发基带，后来呢又和高通，后来打算我不用了，我自己干。就像我们在 M1、M2 芯片上那样做的一样，来吧，同学们啊，问大家一下，你觉得苹果自研基带能否干掉原来的高通、英特尔？就像苹果之前的 M1 芯片那样呢？觉得苹果能成功打个1，觉得苹果不能成功打一个2。看一下同学们的弹幕，看一下最新的消息。那么刚刚的消息已经确认呢，高通拿下了未来几年苹果的基带的订单啊，这一代订单那可就是数千万台啊，可是不低。反正情况就是这么个情况啊，不管你是否喜欢，目前呢已经确认的是未来的 iPhone 15上面呢将会采用高通基带。看到这个消息啊，实话实说，我自己的心里呢还是比较安慰的。为什么呢？因为这个高通的这个信号，我估计不会更差了吧。咱们还是应该夸一夸。我们下面说点好消息。那之前呢，很多同学吐槽说苹果这个 iPhone 14以及14 Plus 是吧，60赫兹。但是呢，我一直说啊，这个你判断一个产品它有没有希望成为一代神机，关键就看价格。之前我还说啊 ，iPhone 14它距离一代神机、一代真香机只差一张1000元的优惠券。然后我还想，我说应该不至于这么快来优惠券吧？可是呢，打脸它往往来的就是那么的快。现在呢，距离苹果 iPhone 14上市只有1个月的时间，这1个月的时间，大额优惠券在各个平台已经纷纷上线了。iPhone 14啊，某些平台补贴1121111对 iPhone 14 Plus 补贴1250元，反正就这情况吧。这打脸来的有点太快了。那我来问大家一下吧，这已经不是一张1000块钱的优惠券了啊！现在各大平台的补贴券叠吧加在一起，有的1200，有的1300。如果你是什么京东会员或者是天猫88会员，那可能叠的更多。来问大家一下 ，iPhone 14和14 Plus， 你觉得降多少钱？你认为它就是一代神机了？咱说点实话，来看一下同学们弹幕。你别说降8000，咱不开玩笑啊！你说降多钱，你就动心了。咱们直播间里面有很多苹果的高管在看了啊，你说完之后，没准他们就当回事了。各大电商平台给出的优惠力度比往年早了一点，大了一点，硬了一点。反正我感觉再这么下去，就真的有变成一代神机的潜质。另外呢，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那么有消息称呢，供应链这边啊，也许接下来不会有那么充足的货量，所以呢，我觉得双11期间的购机啊，也许还算是一个不错的购机节点。毕竟呢，根据往年经验，苹果呢在往后的时间节点里面呢，并不会有那么明显的降价，所以借助着购物节，借助着电商平台的统一补贴，可以做到比较低的价格的情况下，早买早享受。下一波比较大的降价，恐怕要等到明年的618了。如果近期打算购买苹果的 iPhone 的话啊，那目前这个优惠力度啊，1230的优惠力度，我个人觉得还是不错的。那毕竟是双11期间啊，还是有一些不和谐的声音，比如某些往年出现的情况，今年又出现了，先涨后降。根据各大媒体报道啊，有一些机型啊，就一天一个价，一开始呢6999，隔2天呢7099，进入到双11购物季变成了7299。你说这
理财产品是不是？年轻人的第一台理财产品。那么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呢也给出了规范啊，要求商家在双11期间的购物促销啊，你得透明一点。我们也是正经的真金白银掏钱买，你这到底是优惠还是不优惠？面对着先涨后降，有一些专家表示啊，应该3倍赔偿。以前呢，咱们经常吐槽这些专家是吧，砖头的砖。但是这次我坚定的和专家站在一起，你涨多少，你给我赔3倍就行。是不是？我要求也不多啊，我这回就要支持专家了。那除此之外呢，双11期间啊，也不都是先涨后降的，还有一些其他情况。大家在买的时候呢，一定要看清楚啊。比如说，我们最常见的啊，就是一个价格咔打个叉，然后呢，你看价格便宜了很多。但是呢，你仔细看，有很多的销售啊，他那个叉啊，他插完了之后还不如不插。那你这个双11到底优惠了个啥呢？整了半天，你这个双11就是打了个叉，是不是？总结我的双11，要么有货没券，要么有券它没货，要么先涨后降，要么压根就没降。你这觉得真实的可以打个6，是吧？不知道你这个双11是不是这么过的？接下来看华为汇总的消息啊，首先鸿蒙操作系统啊，最近几年呢也是在稳步的发展过程当中，装机量呢也是越来越多。根据目前公布的消息呢，安装鸿蒙设备已经超过了3.2亿台，相比较去年呢又提升了113%，而鸿蒙智联的产品呢已经超过了2.5亿，增长确实是非常强劲。那除此之外呢，近期召开的华为开发者大会呢也表示啊，明年将会发布鸿蒙4操作系统。越来越期待。除了软件之外呢，我们当然更加期待硬件。在 Mate 50下一代产品呢，显然应该就是 P60。那随着 Mate 系列的归来呢，人们预计呢，华为的 P 系列和 Mate 系列1年2款的节奏应该会回归正轨。那么 P60目前的渲染图啊，网络上给出的这个渲染图如此，应该是一个早期渲染图，因为它和之前的 P50好像差别不大。那从目前知名爆料博主给出的信息来看呢，这个 P60系列的内部代号叫蒙娜丽莎。说起这款产品啊，目前给出的消息显示呢 ，P60有望在2023年发布，预计呢将会搭载骁龙8 Plus Gen 2处理器，并且呢采用台积电的工艺。来问大家一下啊，根据往年经验呢 ，P 系列应该是在上半年发布。那么你觉得在2023年的 P60它将会在几月份发布？大家可以打在弹幕上。哎呀，看起这个代号蒙娜丽莎，不仅想起了前2天刚刚曝光的小米13代，小米13代号女娲，牛啊！大家觉得这2个代号哪个好听？喜欢蒙娜丽莎打个1，喜欢女娲打一个2，看一下同学们弹幕。本周在华为官方商城正式上架了华为的官方翻新机，华为的 Mate 40 Pro， 注意 5G 版本。那么它的官方翻新机的价格为6699元啊，也就是6700。官方翻新机呢为原装配件，全新包装，外观成色接近全新，享受1年质保，麒麟9000 5G 芯片。来问大家一下，你觉得这个6699元的价格怎么样？如果是满分100分啊，对于这个华为的官方翻新机，你打几分呢？看翻新机，我们当然要对比它的新机是如何的。那我们打开电商平台，6864元。看到这儿啊，有同学表示说你这翻新比这个新的就便宜300块钱，这便宜太少了吧？注意下方写的是8加 128G 版本，而翻新机呢这一台它的价格配的是8加 256G 版本啊，所以它其实不是一个配置。那么新机的8加256是多少钱呢？答案是7628元啊，8加256的版本。好，那最后来问大家一下啊，一个是6699，一个是7628，差价接近1000元的情况下，你会选择新机还是会选择翻新机？看一下同学们的弹幕。微信是我们非常熟悉的国民级别的软件。最新消息显示呢，微信上线搜索结果广告。有同学说，那你这个为什么接着华为啊？因为它这个搜索结果广告里边的推广页面显示的是拿华为做的例子，可以帮助用户呢有效的收集销售线索，有效的推广产品。比如说，用户在微信里面搜索了豪华车，我们就会立刻推荐广告，还可以以词拓词进行各种各样的拓展。比如搜索酒店，会有相关的订酒店的。大家觉得这个广告服务怎么样啊？很期待的同学可以打一个6。对此我只想说，该做的功能好像还没做得太好，不该做的功能来的倒是挺快的啊。行吧，这个毕竟嘛，免费软件咱们不能要求太多。我就想问你，这回这个安装包又要增加多少呢？好，下个月表示我们贴心的为您推出了会员版本，只要充值 VIP 就能够享受去广告的服务啊。来问大家一下啊，就咱和它没关系啊，和它没关系啊。就假如说这个软件有广告啊，那你是打算这个付费去广告呢，还是打算就将就用呢？付费去广告的同学打个1啊，将就用的同学打一个2，看一下同学们弹幕。
来看游戏圈，本周呢，战神发布了媒体测试版，也是引起了热议。关于战神，咱们也聊了好几周了啊。有人说你这一个游戏，你老跟着凑什么热闹啊？你这是因为这个游戏的影响还挺大的，关系到索尼和微软两家未来的格局。我可不是危言耸听啊，一会儿咱们接着往后看。好，首先呢，本作啊，这个战神5副标题叫做《诸神的皇冠》啊，不禁想到了之前那个雷神电影，是不是？然后在本作新作里边的话呢，这个战神化身老父亲，他的儿子呢也是在逐渐的成长。来问大家一下啊，你觉得啊，未来这个战神的儿子啊，就阿特柔斯，他未来有没有可能成为以后战神的主角，代替他爸？觉得有可能打个1，觉得不可能打一个2。看一下同学们的弹幕。这事儿呢，咱要明确的说一下啊，你别看这小朋友现在长得是眉清目秀的，但是呢，这儿子一般都随爹。你看咱们奎爷啊，这一头秀发是吧？用米诺地尔也没招了，直发他也白扯了。所以呢，我预计啊，如果再这么发展下去，战神6、战神7，他可能会变成这个样子。所以这个小鲜肉啊，有一天也会随他爹。大家呢不要期待太多。那战神5的名字叫做诸神的黄昏啊，咱们给战神6起个名吧。大家觉得下一代战神应该有一个什么副标题呢？诸神黄昏啊，让我想起了另外一部电影啊，就是雷神4啊，也是前一段时间热映，副标题叫做爱与雷霆。我觉得呢，咱们战神6啊，正好也都是和这个北欧神话相关，不如就和这个相关，咱们战神6就叫做爱和儿子。然后海报我都给他做好了，噔噔噔噔噔，怎么样？索尼高管表示，明天来上班啊！明天快，这有你都不用做了。怎么样？大家觉得这个海报满分100分，你打几分？看看我们这个 PS 的技术如何。好，咱不能光开玩笑、光吐槽，还是得说点游戏内容的事情啊。那从目前曝光出的游戏影像来说啊，本次的《战神：诸神的黄昏》里边呢，有一些争议的内容，在外网也是掀起了轩然大波。咱们可以一起来瞧一瞧啊。比如说，在游戏当中呢，出现了这样一位角色啊，显然呢，他和以往的战神设定里面有一些差别啊，他应该是一个黑人角色。那么在外网呢，有很多网友啊，也对这部分的设计呢表示了质疑。那外媒的推特网友啊，和战神的编剧兼剧情负责人激情对线，网友表示：“你这怎么北欧神话里边怎么还加入是吧？这什么意思？这是战神的编剧表示啊，这北欧神话里面有人会飞吗？你不可能都是真的吧？对不对？我们玩游戏啊，就是这样的啊，你不可能找到一个方方面面都合你满意的。问大家一下啊，你是否支持这个北欧神话里面加入这样的角色啊？看一下同学弹幕啊，支持同学打个1，反对同学打一个2，无所谓啊，打一个3。看一下同学们弹幕。现在这个欧美的编剧啊，确实是。”不过这次这个战神他整个的一个人物设计还是挺有特点的，比如说这个雷神托尔，好像复仇者联盟4里边的这个啤酒肚的感觉，是吧？那么大家看啊，打1、打2、打3的都有。我自己呢，咋说呢？反正我觉得啊，我作为一个旁观者，我只是个买个游戏啊玩家而已，我也不是你们这个编剧啊，我也不是你们这个海外网友，我呢也不能给你们有太多的一些这个建议。我呢也没办法和你们这个编剧去友好的交流，我呢只想悄悄的说一句话：您是编剧，安排什么样的内容、什么样的角色，我管不了。但是啊，我作为一个多年的老的战神玩家啊，我就一点小小的期望，我希望呢，咱这个新编剧啊，最好不要给我们这个战神5诸神黄昏里面安排一些奇奇怪怪的角色，比如说拿着高尔夫球杆的角色去殴打我们奎爷的头部。您安排什么颜色的人，我都不反对啊，只要别拿高尔夫球杆打我们奎爷，咱都好说。要不然的话，你看我怎么黑你。觉得主播说的对，可以打1个6。继续看游戏圈的事儿哈，还和微软有关。来，就在几个月前呢，微软斥巨资啊，多少钱？700亿现金。收购动视暴雪，震惊全球啊！这个确实。那具体的资金呢是这个啊，史上最大收购，微软斥资687亿美元收购动视暴雪啊。但是当时绝大多数标题呢都是买的暴雪。当时咱还说了，这暴雪有牌面呢，让微软花了这么多钱来买，是真的有牌面。但是最近发生了一些奇怪的事儿啊，咱们一起来看一下。首先，那么这次收购的一个主导呢，当然就是微软 Xbox 的掌门人菲尔斯宾塞。菲尔这老哥是个核心玩家，他在接受采访的时候啊，这个媒体问他说：“你们花了这么多钱去收购动视暴雪，是你有喜欢哪个游戏？你是喜欢使命召唤呢？你还是喜欢暴雪的游戏啊？你喜欢啥呀？”斯宾塞表示啊，我们收购动视暴雪啊，主要是看中King。当时这个媒体都傻了啊，观众也懵了，这 King 是啥呀？是游戏吗？咱们来了解一下啊。这个 King 他是做三消游戏的。
果冻传奇、果冻消消乐是做这个游戏的啊。基本上你可以理解为咱们国内的那个谁，那收购它是啥意思啊？那我们一起来瞧一下啊。咱们可以看一下目前动视暴雪它的对外宣传的照片，这里边这些大作咱们都很熟，星际、魔兽、使命召唤、大菠萝、守望先是吧？这几个啊咱都熟，哎，唯独这个咱不太熟。糖果超甜，那怎么回事呢？实际上呢，它就是由这家 King 手游公司它所研发的。所以你看，在动视暴雪、King 这3家组成了微软要收购的阵营啊，也就是700亿美元买的是这3家。但是呢，咱们刚才看了啊，我们以为微软收购的是暴雪，我们以为微软看中的是动视，其实呢，微软看中的是King， 微软看中的是这些，咋回事呢？具体解释呢，真正让我们对于动视暴雪动心的是这个动视暴雪 King 他们有庞大的手游粉丝，但是咱们知道动视暴雪他们是不做手游的，也就是说呢，微软收购的其实是 King， 动视暴雪呢是搭配的。有同学说不相信，不可能吧？瞧不起我们动视暴雪。那我们再来看一下他们的营收占比。那么目前呢，动视暴雪的月活玩家是 4.3 亿，其中呢，动视这边是 1.2 亿，而暴雪呢是3200万，而 King 也就是手游部门是 2.7 亿。那这么说起来，这个微软要收购动视和 King 的手游，对吧？微软本来准备了1000亿，要收购动视和 King， 要收购使命召唤和糖果超甜。后来呢，因为加上了暴雪，所以呢，只花费了700亿。我再重复一遍，微软本来斥资花费1000亿应该够了，后来听说还有暴雪，所以就只花了700亿。暴雪表示说，侮辱我的方法有很多，你不用这样是吧？暴雪高管表示，把男主播的账号给我找出来啊！现在就给我封了是吧？现在就给我封，快！如果觉得主播说的有道理，你应该明白怎么做。本周 PC 圈的消息 ，AMD 当家显卡旗舰级别的 RX 7900终于来了，这等了多长时间了是吧？本周 AMD 的旗舰显卡发布，那么2款定价呢，分别是国行版本7399元和7999元人民币也就是说不到8000元就可以买到 AMD 的旗舰显卡不得不说这个价格呢还是相当亲民的。那目前呢表示上市时间就在12月13号距离现在呢还有1个月的时间。那与之对应，在1个月之前发布的英伟达的4090显卡呢，价格是12999元，这两相比较差的可不是一点半点，而且4080它也不便宜7499和7199。反正这个情况就是这样，目前是英伟达的旗舰显卡呢是13000，相比较于 AMD 的旗舰显卡呢要贵出5000块钱。当然，目前两边的性能呢我们还没有实测，等待12月份上市之后呢，咱们再做横向的对比。在对比之前吧，咱们抛开事实不谈，问大家一下你支持英伟达还是支持 AMD？ 支持英伟达的可以打一个圆周率后150位，支持 AMD 的可以打一波6。当然这边咱们要说明一下英伟达呢今年采用的是一个高功耗高性能的一个策略，目前呢是推荐使用800瓦的整机功耗电源部分800瓦，而 AMD 这边呢走的是一个所谓能耗比，相同性能下呢有更低的功耗，当然还是期待它能够尽快上市。其实呢，在英伟达这款显卡发布之后定价在1299元之后，很多人呢就要猜测 AMD 家的旗舰显卡会定多少钱。当时呢，咱们也是一顿猜如果 AMD 的显卡定价也是1299元，那 AMD 就辣鸡纯的。如果呢，它能减1000，定在11999元，那这个 AMD 还有挽救的余地。如果呢 AMD 再降，定到9999元 ，AMD 目前已经走上了正确的道路，准备要造福玩家。如果呢它定在8999元，再降1000块钱，那 AMD 呢这明显已经要回归到市场的 C 位了。如果它定在7999元，我们恭迎 AMD 重回王者巅峰。所以 AMD 噎不噎死，纯看定价。那从目前公布的国行定价7999元来说，我只能打出那6个字母。来看马斯克经过1年的肥皂剧这股价涨了跌，跌了涨，涨了跌，跌了涨。最终呢，在推特高管起诉之后，马斯克呢终于决定正式收购。收购之前还有种种传言表示马斯克要裁员75%，搞得大家是人心惶惶。上周呢，大家看的是跌宕起伏的。
本周呢，马斯克表示我们不打算裁员75%，那是怎么个操作呢？咱们继续来瞧。马斯克呢，在入驻推特之后啊，首先是直接裁掉了5名高管，包括 CEO、CFO 在内的原高管一律裁掉。那其他员工吓得都不敢说话。但是呢，确实啊，由于马斯克花了440亿美元啊，这个钱他得收回来呀。那目前呢是开源节流几个办法。首先节流那肯定是裁员了。目前来说呢，推特这边一共有7500名员工，这可是个超大型企业，裁不了75%，那多少得裁点啊，是不是？那根据多家媒体报道啊，马斯克呢已经正式发内部邮件表示将会裁员50%。原来呢大家虚惊一场啊，不是75%啊，50%。我想了想啊，我觉得马斯克呢现在反正是左一刀右一刀。要想达到75%啊，其实并不需要后悔食言，咱们只需要先裁50%，裁完50%之后，隔2天我们再裁50%，对不对？我只需要裁2次50%，那加一块是不是就75%了？对不对？觉得主播这个方案是不是可行？裁75%会引起全公司员工的反抗，但是裁50%就没人敢反抗，对吧？我只需要裁2次，公司的员工都不会说什么的。大家觉得主播说的对不对？马斯克表示，还是你懂我呀，是吧？来推特上班吧，来。那么继续，这个由于裁员压力摆在这里啊，所以呢，整个推特员工都吓傻了。目前呢，推特总监呢已经睡在公司，还不断的在推特上面发照片，表示啊，我现在呢带领团队啊，在公司里面吃睡都在公司。那么目前呢，最新的要求呢是推特员工呢每天要工作12个小时，每周呢要工作7天，让你们老吐槽什么996。你们看一看啊，什么叫先进的997是吧？997啊，每天12个小时，早9点上班，晚9点下班，每周工作7天。马斯克给你来个997，让你感受一下什么叫做阿美丽卡的福报，有没有感受到温暖？同学们，这有同学还说呢，这个马斯克呀就是好，不像有些厂商啊暗地里搞你，马斯克人家明着说是吧？不像有些厂商人逼着你毕业。那除此之外呢，还有呢。那么因为有些员工啊表示12个小时可以，997我也干，我直接睡在公司，对不对？我这加班费你给我就行，是吧？这老板让我干啥我就干啥。马斯克一看这也不行啊，这也裁不掉啊，于是啊又祭出了第2招，要求推特工程师默写代码。目前呢，根据新闻媒体报道啊，马斯克他们要求呢，原推特工程师要把最近2个月的工程代码打印出来，交给特斯拉的工程师进行审核。审核完之后，现场撕掉代码，在电脑上重新再打一遍。怎么样？大家觉得马斯克这波操作如何呀？工程师都傻了，就不知道我们这代码是复制粘贴的吗？谁这年头还重写代码啊？来吧，同学们，大家感觉马斯克每周这2波操作，你觉得他最终能裁员多少？大家可以打在弹幕上。大家感觉马斯克这波操作有没有想起某一个人？想起了谁？大家可以打在弹幕上。让我们回看一条2020年的新闻，当时呢是马斯克来国内访问，然后呢一顿对话啊，媒体呢都表示啊，说这马斯克代表了先进的生产力，结结实实的给马云上了一课。现在看咱们马斯克这波操作，谁给谁上的课？好，那看起来呢，大家都对于马斯克的这波操作啊表示还比较溜啊，马斯克自己也是这么认为的。那么在裁员之后呢，目前马斯克很高兴啊，已经升级了自己的座驾，购入了一架5.7亿的湾流 G700飞机啊。我们一起来瞧一下这架飞机的情况啊。来问大家一下啊，最近1年坐飞机的次数，大家可以打在弹幕上。你看这双人床，还有同学表示主播眼睛不好使，这明明是3人床，中间还有个小枕头啊，这个。科技不无聊主播来吐槽，无聊的一周就这么过去了。如果下周还想看到我们在这儿疯狂吐槽，欢迎关注一下我们，点个赞再走，要不然下周大概率你就看不着我们了。只有你点个赞，点个关注，如果有钱投个币，系统才能记住你愿意看我们的吐槽的节目。希望下周还能见到你。祝大家都有强壮的身体，多赚 money， 天天都能休息，每天还有花不完的法定货币。感谢大家的点赞。哎，这是谁掉的硬币啊？给大佬们磕头了。下周别忘了还来玩啊！又是每周的上电视环节，总会有人纠结到底买什么产品好啊。我们来看酸酸乳同学的留言，他说买车自己喜欢就好，不要听别人的。你看我就买了众泰，朋友都说不行，我开了3个月啊，确实不行。那请大家根据这个句式来造个句吧。来看下方啊，还有网友造句，我买手机啊自己喜欢就好，不要听别人的。你看我首发就买的，朋友都说不行，我用了1年多啊，确实不行。上周我们聊到了 Redmi 的发布会，
卢董表示啊，不要叫卢10瓦了，而且呢还推出了210瓦的自研充电器。所以呢，我们也帮卢董起了一个新的绰号 ABCD， 让大家选择。还有不少网友起出更多有创意的绰号啊，比如说这位网友表示应该改名叫做卢37，因为37 210啊，210瓦嘛。上期还有观众留言提问说，孩子要用 WPS， 说必须得给配4090加 i9 13900K， 请问主播是真的吗？我帮这个大姐仔细分析了一下，我还推测啊，这有可能不是孩子的主意，是孩子他爸的主意。咱们很多留言的网友啊，都进行了深入的分析。Listen 同学表示啊，这位大姐啊，可能是把孩子的话呀听得简化了。孩子的原话应该不是 WPS， 应该是 Windows、Photoshop 和 Steam。你要这么说，那还真得是4090才行。这下边孩子他爸也来留言了啊，孩子他爸表示我真的会谢我。